第1140章五大家族齐聚。五大家族的考核地点位于圣丹城内域的一座专门的大殿之中，这是历代考核的专属之地，由丹塔所设。由此可见，丹塔对这五大家族考核的看重。这种考核并非是秘密举行，而是半公开性质，一些有着点资格的势力都是会在考核开始时赶到这里。五大家族的位置可时刻被无数人惦记着，因为谁都知道这是进入丹塔高层的捷径，只要攀附上了丹塔这棵大树，势力名气也定然是会一夜暴涨。如今的五大家族，叶家地位岌岌可危，若是这一次考核再未通过的话，那么便是将会失去五大家族之一的地位。而一旦叶家失去这位置，那么其他一些早已经虎视眈眈的势力，恐怕立马就会一拥而上。因此，很多想要混入丹塔高层的势力，皆是会对这所谓的五大家族的考核极为的关注。当萧炎一行人跟着叶仲来到那座占地极为辽阔、看上去恢宏至极的考核大殿之前时，却是发现这里早已经被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时不时的会有着一波波看看似来头不小的人群通过大殿门口严密的防守，成功的进入大殿之内。走吧。叶仲望着那座庞大的考核大殿，袖袍中的拳头轻微的颤了颤。这个地方可是令得他记忆深刻啊，每一次的考核都将会令得他留下极深的耻辱。话音落下，叶仲便是率先对着大殿门口行去，其后萧炎几人也是紧随而上。突然行出人群的叶仲一行人，自然是很快便是吸引了周围人群的注意，当下一道道目光便是射了过来。而当他们在见到叶仲等人胸口上的那家族徽章时，窃窃私语顿时便是在大殿之外爆发了开来。快瞧，居然是叶家的人！嘿嘿，这一次若是他们再失败的话，恐怕叶家就得调出五大家族了，失去了丹塔的庇护，叶家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啊。哎，是啊，当年的叶家是何等的威风，五大家族之中唯有丹家能与其媲美，可惜如今风水轮流转啊。听得周围那些窃窃私语声，叶仲眼中也是浮现一抹苦涩之意。叶家没落成这番，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他为了叶家的崛起倾尽了所有，如今更是将孤注一掷的将所有希望投注在萧炎身上。此次若是再败，叶家也就得是完蛋了。在众多目光注视下，叶仲一行人顺利的来到大殿门口。那门口处的重重护卫目光平淡的望了叶仲等人胸口处的叶家徽章，眼中有着一抹淡淡的嘲讽。叶家这些年的失败的确是难以洗刷的耻辱，不过虽说心中对于叶家有些嘲笑之意，但这些护卫也不敢当众刁难，随意的挥了挥手，然后便是侧身让了开去，对着大殿之内大喝道：叶家来到。叶仲面无表情，犹若未曾察觉到这些护卫的那种不屑，领着萧炎一行人缓步而进，然后消失在那外面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进入大殿，柔和的灯光倾洒而下，在灯光照射到身体之上时，萧炎也是察觉到大殿之内一道道噙着各种意味的目光也是顺着投射了过来。眼眸轻抬，萧炎目光扫过大殿之内，此刻的大殿周围的席位上有着不少人影坐立，而且最令得人诧异的是，这些人的气息大多都是不弱，显然是来自一些实力不错的势力或者家族。对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目光，叶仲并未太过理会。他知道这些人大多都是期待着进入叶家考核失败，那样的话便是为他们腾出了一个极好的位置。最前方处便是丹曹白秋四大家族的席位，叶仲领着萧炎一行人对着叶家的席位行去，低声说道。闻言，萧炎目光也是顺着望去，果然见到大殿最前方有着4处席位，只不过现在这4处席位上只有这3大家族的人，从他们衣袍上的徽章来看，应该是丹白秋3家。萧炎的视线先是在最为低调的丹家处停了停，然后目光突然一顿，嘴中发出一道惊异之声，因为他在那丹家的一行人处见到了一位身材娇小的熟悉倩影，正是当日萧炎在分塔测试之时所遇见的那位有点怪异的少女。在萧炎望见那名少女时，后者也是若有所觉地转过头，与萧炎的目光对碰了一下，却是连忙闪避了开去，一副柔柔怯怯的模样。这女孩倒是有点面生，不过能够站在那里，想必在丹家地位应该不会低。叶仲的目光也是在那名少女身上顿了顿，眉头微皱，旋即视线一转，望着少女身旁的一位蓝衣男子，
面色一变，低声道：“丹轩，没想到他也来了，看来丹家这次的考核应该是由他出手吧。”哎，见到叶仲那般担心模样，萧炎目光也是顺着望了过去，只见得在那少女身旁，一名身体心长的蓝衣男子笔直而立。男子容貌颇为俊秀，眉宇间透着丝丝柔和之色，只不过这种温柔明显只是对着其身旁的那名少女，但即便如此，也是令得这蓝衣男子看上去有温润儒雅的味道。丹轩，萧炎嘴中念叨了一声，而正好那名蓝衣男子也是转过头，目光与萧炎对视了一下，却是对着他微微一笑，露出一个和善笑容。此人炼丹天赋极强，即便是放眼丹家，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比起那曹家的曹丹都要强上不少。曹家之内能够压他的，怕就是曹家那妖女了。此次他若是出手，必然会是在前三。听得耳边叶仲的低声，萧炎也是缓缓点了点头，刚欲说话，却是感到一些冰冷的注视目光，当下微微偏头，便是发现了这些目光的投射出，赫然便是那白家席位上。在白家席位处，那名当日被萧炎狠狠教训了一次的老妪，正目光恶狠狠地盯着他，那副深仇大恨的模样，似乎恨不得扑上来啃他一口般。对于他那怨毒目光，萧炎倒是犹若未闻，视线一转，便是定在了白家最前方的一名白衣男子身上。这名男子浑身弥漫着淡淡的寒气，面目冷肃，目光转动间寒光闪动，令得人不敢与之对视。他便是白家如今最为出色的年轻一辈白鹰。哎，白家果然还是将他给派了出来。见到那名面色冷肃的白衣男子，叶仲也是一叹，这白家果然是不想给叶家翻身的机会。萧炎微微点了点头，目光与那白鹰对视了几息，彼此嘴角皆是勾起一抹充满冷意的敌对弧度。在几人说话间，也是抵达了叶家所在的席位，然后几人分位而坐。与其他家族的那般人丁兴旺相比，他们这边倒是显得有些寒碜。那丹轩与白鹰皆是早便踏入了7品中级炼药师层次，此次必然会是你的大敌。邱家倒还好，只是一名7品低级的炼药师，还造不成太大的危险。不过说到此处，叶仲的目光也是望向了曹家的席位。如今这个在丹域如日中天的家族，却还未有人到席，曹家此次会派何人？曹丹吗？萧炎也是知道叶仲的担心，轻声道：曹家有3人，号称曹家未来的顶梁柱，其中以曹颖这妖女为首，曹丹最次，在其上还有着一人名曹修。这曹修炼丹天赋不比曹丹弱，但其性子却是远比曹丹沉稳。在其成年之后，便是独自出门历练，7年之后归家，便已至7品层次。按我所料，如今的他应该也是达到了7品中级的层次。而曹丹上次败于你手中，这一次曹家应该会派曹修出面。叶仲分析道。萧炎缓缓点头，这曹家果然是天才辈出，能够有这声望也不是全没道理的，至少叶家与他们比起来实在是差了太多。曹家到！就在萧炎心中叹息间，一道嘹亮的喝声却是突然从大殿之外传进，然后滚滚的在大殿内响彻不休。在这道喝声响起时，大殿内也是响起阵阵动静，不少原本安坐的势力皆是连忙起身，脸庞上堆满笑容。曹家如今的地位可足以让得他们奉迎拍马了。萧炎也是偏过头，目光望向大殿门口处，那里紧闭的大门缓缓开启，旋即一道曼妙身影莲步轻移，自那阴影之内缓步而出。当这道曼妙身影走出阴影，出现在灯光之下时，大殿之内的气氛都是因他而出现了瞬息的停滞。女子娇躯心长，一身黑色衣裙透着丝丝冷傲气质，肌肤如雪，3000青丝随意地披散在香肩之上，其脸颊略显清瘦，但却格外的精致，宛如瓷器一般，令人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女子站立在大殿门口，微微跳目，狭长而略显慵懒的双眸中透着丝丝妖娆，妩媚动人。在大殿之中，不少人因为她那股妩媚而着迷失神间，女子细长的唇角处却是缓缓地掀起一抹淡淡弧度。在这抹弧度挑起之瞬，那张清瘦而妩媚的脸颊瞬间妖气盎然。